各位大家好，今天要来介绍 SMP 超级机器人大战 OG R3 强化型死给。那不好意思啦，这么久才组好，因为它的组合过程是比较复杂一点啦。那首先看一下这个 R3 机器人的本体，它的造型就是比较女性化的机器人，所以腿部的造型也是比较女人化的，我甚至觉得有点像是诺贝尔钢弹啊。身高比较 R3 跟 R2 的身高差不多啦，那 R1 就是稍微高了一点点。但是整体来说，他们三个尺寸是差不多的。看一下 R3 的头非常的帅气，有一点像是宇宙骑士啦。但是整体的风格呢，跟 R1 还是比较像的。那因为是女性的肢体，所以她的脸就是做的比较尖的。里面这条红色的线，它是帮你涂装好的，不过眼睛就是要自己贴贴纸了。我是贴有2个眼睛的贴纸啦，你也可以贴这个绿色或木质的贴纸。那贴纸都有给2组，但是我是觉得脸的零件可以给2个，应该会比较好一点。那另外我有贴纸的地方就只有额头的摄影机跟背后的摄影机了。那它旁边的大耳朵也是蛮帅的，又大又长，而且旁边还有一块这个灰色的零件，它也是帮你涂装好了。额头上的黄色五角形是分件啦，这边有点像是要装钢弹天线的结构啦。头是球形的关节可以左右的旋转，那还有一个单轴关节可以往后仰，那球形的关节也可以让头左右的摇摆。胸口的造型我是觉得跟钢弹是差不多的，只有这个排气口的地方是分色，其他地方都是帮你涂装好的。那腰间这个灰色的地方它是贴纸补色啦。那因为变形的关系，所以腰部有一个关节它可以打开来。那腿部因为没有连接到髋关节的地方啦，所以看起来会有一点奇怪，所以这一只是没有腰转的功能的。大腿侧台它的关节不是坐在正确的髋关节的位置，它是坐在腰间底下的一个圆柱的地方。所以这边侧台就是比较危险一点啦，那压住旁边的板子，大约45度左右啦。水平的旋转压住旁边的侧裙甲，因为这个零件很容易掉，那大约45度左右啦，算是够用了。大腿前台呢，它这个髋关节里面还有隐藏一个关节啦，要把它整个拉出来。那拉出来之后呢，腿部前台的幅度就可以将近90度左右了。不过某个角度看起来就会有一点破绽了。膝盖弯曲呢，双重关节，那这个是变形的结构啦，而且它这个膝盖的装甲它会稍微打开来一点。那这块凸起来的地方，它是大合体脚部的卡榫啊。小腿的造型比较纤细一点，因为它是女性的机器人。然后这一次的贴纸我没有贴很多啦，只有侧边这个黄色的线条，它是帮你涂装好了。底下就是高跟鞋的设置，更有机娘的味道了，但是底下一点点的偷胶。脚掌往上往下，它是单轴的关节，那它底下是靠一个球形的关节做连接，所以它可以左右的接地，或者是左右的旋转，那往上往下的转动也是都可以的。肩膀的造型非常的帅气啦，那黄色的地方就是帮你涂装好的，包括这个白色的地方也是涂装，那只有黑色的地方是我自己涂的，这是可以用贴纸了。那手臂呢，360度的旋转，肩膀可以折叠一下45度，那其实手臂也可以侧抬啦，但是比较紧一点，配合肩膀的关节就可以弯曲的更多了。二头肌旋转，手肘弯曲，双重关节，拳头是球形的关节可以旋转，然后它也可以往前往后的转动，但是拳头的球关比较小颗，所以蛮容易用断掉了。这个蓝色的地方就是贴纸补色的，我其实蛮后悔贴的，因为摸一摸就会烂掉。背后就是它的翅膀啦，这边有关节可以转动，然后里面也有一个关节可以旋转。那同时呢，这边还有一个往上往下的关节，那包括中间也有一个往上抬的关节啦。默认这是一对变形用的小拳头啦，还有一对开掌手，还有一对握光束键的手型，还有一对握枪的手型，还有一对握念动直中式雷射加农炮的手型。那它的手型跟握把是直接做在一起的，它的翅膀还要接这个强实盾才会比较完整一点。那另外一边也是把它插进去就可以了，然后凹洞的地方朝前啊，凸的地方朝后，而且它都是这个垂直的状态对着萤幕。不过你这个样子要站起来，它是有一点难度的，除非你把翅膀把它打平，那它就勉强可以站起来。
底座一样有一个绿色的眼睛啊，那这个支架呢，你可以插到任意一个洞中都可以。那这边都是有关节可以旋转的，那你就直接插到背后这个洞当中就可以了。那我们把支架把它展示起来也会比较稳定啊，而且也比较好观赏。那这个强实盾呢，看起来有点像是钼钢弹的翼状感应炮，不过它应该没有发射火炮的功能啊，它只是射出去然后近战攻击敌人啊，所以它每一片都是可以独立的拔起来。那包括这一片也是，强实盾就可以插入每一个透明的支架当中。那这个支架呢有8个，我们使用6个支架呢，就可以重现这个强实盾发射出来的状态。那摆起来是非常的壮观的。那背后这个翅膀红色的地方，你可以把它抠开了啦。但是我的指甲太短了，抠不开了，就兼有一项小工具，就可以看到呢，光束剑的剑柄就是藏到里面。那这个是 SMP 版本的自己的诠释啦。因为我看游戏它也是莫名其妙就拿出来了，所以它没有交代它到底是放在哪一个地方了。那一样有附赠光束剑的特效啦，就可以把它嘟进去。拿起光束剑之后呢，确实还是感受到钢弹的味道啦。还有一把重型光束步枪，造型就是比较像真实式的感觉啦，而且也有这个电线的结构。那前方的瞄准镜呢，就是贴纸补射的。拿起这个巨型光束步枪也是非常的帅气，因为另外一边也有握把，所以你要双手握持也是可以的，只是调整的时候会比较麻烦一点。最后就是它的一把大型的武器——念动集中式雷射加农炮史给，那它的名字呢非常的难念，造型非常的帅气啦，非常的大把，分射也不错。那这个瞄准镜的地方就是贴贴纸了，有点像是飞机钢弹 EW 的光束步枪啊。要使用的时候就是假的握把拔掉，所以换成这个有拳头的这个握把啦。那转下角度，记得它是扣在最外面的位置。当然，因为这个炮很重啊，所以另外一只手就用开掌手把它支撑起来就可以了。那等一下要装听力可飞行系统的零件，所以2个拳头可以直接换成这个有枪握把的手型啊。它就是2大块的这个零件啊，当然聪明的你就知道这个就是 SRX 的一双脚，不过它是要靠一个透明的零件去做连接啦，那就是插到这边的洞跟这边的洞，就直接的嘟进去就好了。另外一边也是装一样的位置啦。底下这2个白色的板子呢，再把它对应起来这个卡扣。那底下呢，其实还有2个卡扣啦，就把它整个对应起来，非常的直觉啦。底下蓝色的这2块呢，记得要把它立起来，因为这个地方很容易忘记。就算你记得，最后你还是不小心会把它压进去了。那 R 序左边的强实盾呢，先把它拔掉，它本来是扣中间的位置，变成扣旁边这个洞。另外一边的强实盾呢，也是把它拔掉，不过它反而是呈现一个相反的位置之后，再扣到旁边的洞。这边的话，它是为了要让后面的洞对准另外一边的凸了。这个时候就可以把翅膀把它结合起来。那2个强实盾呢，也把它左右合一啊。那 R 序的头呢，你要尽量把它往后仰成一个最高的角度了。那同时呢，手臂就是往前折。2个手肘呢，也把它折叠下90度。这个时候就可以把 R 序插进去了。那其实 R 序一开始可以跟这个辅助零件先结合，可能会比较顺利一点。我是比较偷懒啊，所以最后再卡进去也是可以的。那它是对应到膝盖的这个卡扣里，另外一边也是把它压进去就好了。对，比较直觉一点了。如果你觉得组合比较不方便的话，旁边的脚掌也可以把它打开来，就可以让出一点空间了。那这个念动集中式雷射加农炮呢，后面白色的零件就可以拔掉，所以换上这个透明黑的零件啊，它是对应到底下这2个小的圆洞里，就把它卡上去就可以了。R 序的手就调整一下，它反而是扣在炮后面的这个洞，就把它扣住就好了。那另外一边也是把它压进去就可以了。那底下2个大洞就可以装入这个支架的零件，最后再卡入这个底座就完成了。完成 R 序强化型史给，非常的帅气，非常的壮观。我第一次组这么大台的机器人呢，因为它就是一台机器人组在一个飞行的装备里面，
算是蛮特别的。当然这个造型呢，它就是有点模仿 GP03 的感觉啦。反正设计师都是卡多兹老师啦，那虽然看起来很像，不过造型还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当然这么大台的一个机体，你一定要一个底座去支撑它啦，会比较漂亮，表现出它飞行的感觉啦。那它的前方就是念动直中式雷射加农炮，看起来非常的有魄力，非常的长。R序机器人的头你要把它往后仰呢，才可以表现出往前看的动作。上面的强尺盾呢，也可以发射出来去攻击敌人啊。侧边的翅膀可以把它调整一下角度，这个是到时候大合体的结构。背后来看了2个大脚掌，就形成了这个喷射口的部分了。那我比较疑惑的是，这个 SRX 它小腿的部分，它到底是要缩进去还是要打开来？那我看官网的图好像是打开来的，因为它有露出这个灰色的零件。那它这也是最好玩的地方，它可以重现这个念力控制飞弹，也就是说它这些飞弹的舱门呢，它是可以打开来的，非常的精致哦。不过你要把红色的飞弹拔出来有一点难度啦，所以说明书是叫你把这个盖子先拔掉，才能把红色的飞弹呢把它抠出来。拿出飞弹发射出来的特效零件啦，后面是烟，前面是火，再装上这个完整的飞弹的零件，再把这个特效零件呢嘟进去里面这个洞，最后再把盖子插回去就好了。我们把8个飞弹特效零件都装上去之后，就可以重现这个全弹发射的状态。那看起来是非常的有魄力，真的是非常的帅啦，非常的有诚意的一个武器。飞弹后面的烟它是球形的关节，所以可以任意角度的转动，但是它是透明的零件，所以比较脆弱一点。那这个飞弹特效的零件还可以装到这个透明的支架上面。那因为这个透明的小的支架它有8个啦，所以我们就可以把8个飞弹都装备于上面，看起来就是呈现出发射出来的样子，也是蛮有动感的啦。只不过组装的时候就是麻烦了一点。那它这个支架呢，这边有个开关可以把它转开来，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调整一下它的角度，最后再把它固定回去就可以了。那它还剩下一个连接的零件，这个是到时候大合体底座的时候会用到的。那我上次介绍 R2 的时候，以为它是支架的延长零件啊，这边是有点误会了。那我们最后再跟 R1、R2 强化型还有 R 杠摆在一起，可以看到呢 ，R 序强化型的装备呢真的是大到非常的夸张，非常的不公平。那今天这个 SMP R 序强化型呢就介绍到这边了，我是觉得它做的非常的不错，造型帅气，而且也非常的有分量，玩法也是非常的丰富了。那它跟 R2 强化型一起卖的话，这个价钱确实是有点贵，但是买回来还不算是太后悔啦，因为它的零件真的是非常的丰富，组合起来呢是有一点痛苦，但是又非常的爽，这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心情啊。那今天就介绍到这边喽，谢谢各位收看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次见。